For a Russian aircraft. David, I've got to tell you, the experts that we've talked to say this is largely a symbolic move to sanction. 在西方时间一片震恐当中，俄罗斯宣布顿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这两个卫星国家的一个主权。紧接着，晴天高高，白云飘飘的派遣他的维和部队直接过去参加他们的开国大典。经过这么多小时过去了，乌克兰肯定一脸懵逼，他肯定在想：说好让我加入北约呢，说好的军事援助呢？当初莫斯科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北约不要再往东来扩张了。We won't move 1 inch towards the east, they told us in the 1990s. And what happened? They deceived us. They brazenly tricked us. 美国他不听，他把前苏联的卫星国家呢全部骗走也就算了，现在呢他还想把乌克兰呢诱拐过去。亲俄的顿内茨克与卢甘斯克呢，它不会做成俄罗斯在统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负担，他们跟克里米亚呢是一样的，是俄罗斯能够接受的成本。所以我们看待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应该要拿起一个算盘，好好的敲一下，想想俄罗斯它背后它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俄罗斯明明知道接下来的制裁会有多大多严重，但是他们依然走这一步呢，也要发动这一次的进攻呢。根据普京的一个说法，他就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也跟朋友分享过很多，北约呢是一个以西方领头的一个军事联盟，当初呢是为了对抗苏联呢才成立的。在1991年苏联瓦解了之后，很多国家呢便独立了出来，找一个靠山。Bulgaria,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Romania, Slovakia, and Slovenia. We welcome them into the rank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随便一个成员国呢被袭击了之后，它就会启动条约里面的第5条，其他的成员国呢必须得联手做出反击。攻击一个国家呢，就代表攻击全部的国家。一天是兄弟，一辈子都是兄弟。北约愿意让你参加，你也要愿意保护队友。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但北约已经有30多个国家已参加了，为什么普京呢偏偏要这么关注乌克兰呢？如果大家注意地图的话，你就会知道，这里是莫斯科安全命脉中的一个命脉。如果把它交给北约的话，对方呢就可以主导双方的经贸，甚至呢可以驻军，极端的时候啊，要取你的生命也可以的，不信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反面的教材。历史上面曾经有2个人打过俄罗斯的一个主意，拿破仑跟希特勒，他们2个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在西欧那边出发，帅气的走过这一片平原，直接进入莫斯科，想把当时俄罗斯的领头人他的人头拿掉。2个呢，当时都是极长一时的，但是不用多久，他们都分别问了：为什么我要走这一条路呢？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主意。怎么坏呢？一来这条路太长了，你要运送补给也非常不容易。第二个原因是气候问题，冷的变冰棍还能怎么打呢？最后2个的伤亡严重，惨败收场。我们把镜头倒回到现在，假如只是假如如果欧美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试图呢闯进克里姆林宫，那应该可以怎么做？第一呢，一定要把路程呢缩短。你是北约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起码从这个范围出发，那就完美了。白俄罗斯亲俄的是他的地，不用想，而且山路还很多。选择另外一条从高加索地区过去呢，那还是差一点点，因为呢它跟西方的生意来往呢不多，价值观呢又不太相近。再者呢，士兵要攀过这个山脉呢也不容易。那波罗的海3国呢？这个可以了吧？3国都是北约的成员，跟欧洲又多的贸易，价值观呢又是同心同气的。最重要的是，走2步就已经到了莫斯科，够近。可能打完第2天还可以回家喝汤，但还不是首选。这群呢是一群有钱人，既然更加珍视自己的生命呢，很难跟你拼命的。还有最实在的一句话，是真的很冷。毕竟别人才是冬天的冠军，我们最多也只是亚军。7锤8扣，又要是平原，天气又要好，又愿意拼命的，非他莫属啦。在普京的角度不管是谁，你要进攻莫斯科，的确不只是只有一条路，
乌克兰是能够最直接的分开胜负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无论如何呢，都要想办法去守住。Ukrainian forces have set up a perimeter, but it's clear that we are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Russian forces. Masked Russian special forces fanned out, rifles. 早在2014年，眼看乌克兰人呢跟西方阵营呢越走越近，普京明知道会被人经济制裁，把经济打得七零八落，在你有机会加入北约之前，先把它拿下。这一件事就是俄乌战争。普京当年的战略目标就是这里，克里米亚，俄罗斯最需要的温水港。俄军的烂队原本就是跟乌克兰那边借用过去而已，打完之后直接据为己有，可以自由进去黑海，经贸跟国防呢都有了保障。然后乌克兰那边又变了天，由亲西方的政客上场，北约那边也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大家把地盘重置了，双方呢暂时也接受了，敌不动我不动，直到今天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Round 2。所以之前消息传出了之后，各国呢都派送了很多最新的武器，最需要的补给装备发给乌克兰的政府。乌克兰那边开箱了，自然看到哇，很多产品都是一些毁灭性的产品，但是一看这一个包裹，德国发过来的，一打开怎么全是头盔啊，5000多个头盔，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非常的差，但是客观去看的话呢，接下来的制裁呢，也真的可能会有一点威胁。不过呢，普京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俄罗斯呢也扣住了欧洲的脉门。你有张能计，我有天然气。看回整个欧洲，40%的天然气呢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些国家如果没有了这些天然气，就等于没有电，没有生产能力，不能帮 iPhone 充电。最麻烦的就是没有暖气，刚好呢碰上冬天最冷的那几天，真的要比死更惨。俄罗斯呢是真的可以把你的总电源关掉的。连欧盟的老大德国，它有55%的天然气呢都是跟这个俄罗斯购买的，所以呢能源就像大麻一样，不是说随便断尾就可以断尾。10年前呢，俄罗斯跟德国合作的时候建了一条管道，经波罗的海呢直接廉价的天然气呢送到德国的境内，这个就是北溪1号。近年呢想再多来几次，就追加了这一条北溪2号，前几个月之前才落成的，本来已经准备用的了，但是美国看到越来越不对劲，所以就把它叫停了。Hold on， 先别用，我们要拿来当一个谈判筹码，制裁俄罗斯的项目之一。所以呢，德国很多时候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是很尴尬的。每当关于俄罗斯有什么新的消息呢，每个人都大力谴责。德国呢，作为欧洲的老大呢，总是开了一个静音的模式，静的你根本忘掉了欧洲有一个地方叫德国。他们可能会指着地图去问，这个位置不是曾经有人的吗？我印象里面这里是有一个国家在的哦。所以呢，德国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只是把5000的头盔呢捐了出去，这也是侧脸认证的一个事情。美国老大那边呢，让我干点什么事情出来，我也只是能把事情尽量做到最小。虽然说他握住了整个欧洲的一个命脉，但是俄罗斯呢，他也是担心自己的经济上面呢死得特别快，所以普京早就有准备了。在2月4号的时候，普京开开心心的去参加北京冬奥开幕仪式，中俄双方呢就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方案。这些协议呢多得五花八门，其中有什么垄断法呀，然后经济政策呀，那些贸易啊，高质量的联合声明啊，绿色投资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这一条，中国的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天然工业远东天然气集团达成了购买协议，所以俄罗斯那边有了一个底气，它起码有天然气可以卖给需求很大的国家，所以他才对于这一次的出兵避免自己被西方阵营经济制裁呢打死。所以通过这一次的合作，先得到中国经济的一个补底。战争呢讲求就是一个出师有名，不管美国到底在伊拉克那边呢有没有找到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找到。至少呢，人家呢当年是决定要推倒这个萨达姆的时候，一口一个民主，一口一个自由。总而言之，战争呢需要的就是正邪两方的一个区分，
到目前为止呢，克里姆林宫那边呢只显示出对于基辅的一个强烈不满，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敌人，而是一个一直爽约的对象。所以呢，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他明显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目前呢，只是把所有的军事要点把它轰炸掉，让他没有武力去反击。至于为什么出兵，到底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克里姆林宫觉得基辅那边呢非常不够意思。在不同的公开场合里面呢，普京他已经强调很多次，关于目前所有的争端都需要基辅方面呢坐下来好好的谈一下。要是乌克兰真的要加入北约，那就会变成俄罗斯版本的古巴危机。从逻辑上面来说呢，如果美国呢为了古巴这个危机呢暴跳如雷，那么他们基本就没有理由不去思考，有拐乌克兰到底会对于莫斯科做成多大的精神创伤。普京最近向全球发表的一个公开讲话里面也说了，承认了乌克兰正在加紧时间研究制作核武器，而当年的乌克兰呢，就是前苏联的一个核武器的储存地方之一，所以条件来说，乌克兰成功几率还是稍微高一点的，只是它没有原材料，纯高浓度的铀。现代俄罗斯已经基本把过去所有的战略缓冲区呢都已经丢光了，几个重要的港口都已经没了，前苏联加盟的共和国一个一个也快全部丢光了，俄罗斯跟北约中间呢就剩下乌克兰这个缓冲地带。在普京长达1小时的讲话里面啊，他把俄罗斯的考虑如何看待两方面的一个关系说得很清楚，就是北约不能打这个乌克兰的主意，双方呢重归于好，还有就是禁止研究核武器。乌克兰这几年开开心心的跳他的舞，对于俄罗斯的要求呢一点都不回答，也不给他一个说法，所以呢今天就变成了俄罗斯直接给他一个说法。未来的冲突会不会升级，现在就取决于基辅那边的那帮人想通了没有。普京呢肯定会知道自己会被西方阵营呢制裁的了，但是相比乌克兰呢是否愿意放弃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啊，西方世界呢还是叨都不重要了。俄罗斯需要一个承诺，一个承诺就好。尊重是互相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呢也依然如此。说到这，普京其实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搞不懂，他在克里姆林宫想了半天也是想不明白。我就是单单的要求北约不要再往东扩张，怎么就这么难呢？总而言之呢，西方世界呢除了对莫斯科呢发表了一系列的非常生气的严正抗议以外呢，也最多呢拍了一下乌克兰的肩膀，跟他说，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要学会自己处理问题哦。 Сьогодні у 27 лідерів Європи, чи буде Україна в НАТО? Запитав прямо. Всі бояться, не відповідають, а ми не боїмось. Ми не боїмось нічого. І не боїмось, захищаючи нашу державу. Ми не боїмось Росії. Ми не боїмось говорити з Росією. Ми не боїмось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все. Про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Не боїмось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нейтральний статус. Ми ж зараз не в НАТО. Але які при цьому у нас будуть гарантії? І найголовніше, які конкретно країни нам їх дадуть? І я залишаюсь в столиці. Моя родина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Мої діти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Моя сім'я не зрадники, а громадяни України.